你知道吗？用陈醋把核桃泡上2天，作用可厉害了。这可是老一辈们的土方法，做法简单，省钱又实用。但是，核桃的这种吃法，很多人并不知道。那么就跟着视频来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坊。核桃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坚果，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吃，因为核桃它营养价值极高，其中就包括丰富的蛋白质、纤维素、不饱和脂肪酸、抗氧化物质以及钙、镁、铜、锌等多种矿物质组成。平时核桃我们都是直接拿来吃，并且核桃也可以拿来把玩儿。平时我们也吃了许多的核桃酥、核桃做的糖以及核桃味瓜子等等。而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核桃的另类吃法，到底是怎样做的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首先，我们先把核桃给它夹开。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，以后咱们剥下来的核桃壳也不要扔哦，因为核桃壳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。我们可以把剥出来的核桃壳清洗干净，然后用来煮鸡蛋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在之前的视频也为大家介绍了核桃用来煮鸡蛋的方法，你也可以看一看哦。这里将核桃仁取下来，不需要太多，大约剥上5到6个核桃就可以了。核桃取下来的分心物也不要扔掉哦。最后把剥好的核桃仁倒入一个大碗当中，接下来加入水，需要将核桃仁洗一洗，因为剥开核桃之后，核桃仁上面也有许多的灰尘及杂质，随便用手洗几下，我们就可以看见水里面已经有很多的杂质已经漂浮起来了。因此以后我们吃核桃的时候一定要用水先洗一洗哦，这样我们吃起来也会更加的健康，更加的干净卫生。淘洗一次过后，再用漏勺过滤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再用水给它冲一冲，这样就能把核桃冲洗得干干净净了。洗净过后抖一抖，把多余的水分抖掉，把洗干净的核桃倒入盘子当中，用手把核桃扒拉开，不要让它们叠加在一起，然后用纸巾把核桃表面的水分给它稀释掉一些。如果天气好或者时间充裕，咱们可以把它放在太阳下来晾晒干哦。为了节省时间，这里我就选择用纸巾来稀释核桃上面的水分，直到核桃不滴水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需要将这些比较大的核桃仁给它掰开，尽量给它掰成小块，这样有利于核桃仁当中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加充分。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相当的不容易，在这里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，你的每一个点赞、评论或者是转发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哦，谢谢。直到将所有的核桃仁都掰成小块，然后倒入一个干净无水的小碗当中，然后再找出你家里面的这种老陈醋。陈醋它不仅仅是调味品，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哦。如果家里面没有这样的老陈醋，也可以用我们平时吃的香醋来代替哦。当然，
用老陈醋效果会更佳。然后将陈醋倒入核桃当中，陈醋这里我们多倒上一些，倒上大半碗即可。这时候就能将所有的核桃仁浸泡，再用筷子搅一搅，因为核桃仁有许多漂浮在陈醋表面，这样会导致有的核桃仁不能够吸收到足够的陈醋。最后我们用保鲜膜把它包裹起来，这里一定要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因为陈醋或者核桃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，会导致它们当中的成分流失掉一部分哦。包裹好以后，咱们给它浸泡2到3天，温度高的时候建议放入冰箱里面来泡哦，这样可以防止变质。泡制2天过后，端出来，然后撕下保鲜膜，这样一碗陈醋泡核桃就制作好了。可以看见，经过浸泡之后，核桃当中已经吸收到了足够的陈醋汁。那么经过2天泡好的陈醋核桃要怎么吃呢？其实吃法也简单，咱们可以每天盛出4、5颗这样的核桃仁儿，直接这样吃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口感过酸，也可以盛出一勺，再放入喝水的杯中，加入1勺里面的陈醋，再加入1小勺白糖，中和掉一些醋酸味儿。最后只需要用温开水来冲泡即可。因为核桃已经经过陈醋的2天浸泡，所以它的成分已经被冲泡出来，所以用温开水即可。最后将里面的白糖搅拌至融化，我们就可以喝了。当然不要看食材和做法都非常的简单，可是它的作用却非常的不简单。坚持把核桃这样用陈醋泡起来吃上一段时间过后，你会有大大的惊喜和发现哦。因为这可是老一辈们留下来的智慧和结晶。我也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了用陈醋泡核桃的作用了，那么你赶紧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吧。如果你平时特别喜欢吃核桃，那么不妨把视频收藏起来试一试这个方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点关注不迷路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